好吧，今天呢，微金小沈，原来传他在国外了，但是好像检调是等他回国，他回国了，回国了以后呢，就在国内了嘛，所以检察官跟廉政署的检联一大早冲到他家里面，把他带到这个某个据点去侦讯说呢，沈庆金很错愕，一度想闪躲。我也不懂他错愕什么，他应该知道一定会传到他，这有什么好错愕，有什么好闪躲的呢？都已经传到了那么多人了，什么都纪委员啊、副市长啊，都已经被传了。那要传柯文哲之前，当然要传你啊。柯文哲已经是最后了，柯文哲之前该传都要传，所以他说一度错愕，我不懂有什么好错愕的。想也知道一定会传他，那他发表1000字的声明，说他这叫无妄之灾。要各方回归法律专业，意思说你们现在都是搞政治不是搞法律这个专业那另外呢，他说呢，金华城的容积率成为政治人物报复的手段，报复那另外呢，这个应小薇办公室也被搜索，因为之前不传出什么开什么公听会啊、什么什么会啊等等，所以被认为他呢在中间有角色的那另外呢，这个微金集团卷入柯文哲的这个疑似涉及图利案，中石化、中工说我们配合侦办，因为这是微金旗下的公司那应小薇呢说，这个被代理议会的说，身正不怕影这些，不觉得委屈那另外呢，这个主要因为有第四方案是叫做自创容积率的，所以就从560变成840的容积率那因此呢，他被怀疑中间是不是在干嘛那台北市议员说，赶快约柯文哲吧，检调他办案的一个程序了，他没有约沈庆金，怎么去约柯文哲呢？当然要约沈庆，而且约了沈庆，搞不好沈庆金今天讲的所有官员去跟他要钱等等都要约要搞清楚怎么回事整个证据都能确凿了以后才会约柯文哲的那另外呢，民进党议员是说，检调该压就压说这个柯文哲呢死鸭子嘴硬那另外呢，彭正生已经证实有3大市政，说呢还要串证吗？还要炒作吗？因为彭正生前2天到议会去嘛那另外呢，到底金华城是不是最后一根稻草？柯文哲私下跟朋友保证说没有问题我都没问题那他的朋友私下说，希望真的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压垮柯文哲跟民众党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北市柯案那台北市的士林科学园区案，检联也低波约谈台北市的2个前局长约到局长了然后都来约，说到底怎么回事？是你们自己决定，还是这柯文哲的这个下指示要你们这样做的我们看一下。柯文哲卷入的金华城案持续延烧，继北检陆续约谈多名官员以及督委之后呢，今天早上又有了最新的进展，他们大动作的来搜索微金集团的总部，而在最重要的战略位置，商办是一定需要的。因为金华城创办人就是微金集团主席沈庆金，除了搜索公司，还有住家，一共43个地点，包含证人在内，带回14人，不排除会陆续送到地检署复讯。这回会被搜索的关键，疑似就是金华城改建过程。1987年，微金集团取得机械厂旧址，建立金华城商场，经营18年后不敌亏损，2019年结束营业，改建成顶级商办。因为沈庆金认为台北缺一个大型商办区，所以才会有商办大楼计划。而改建中，从原本的392%容积率提高到560%，多次送件都被否决。经过多个单位，再由监察院调查后，函文纠正北市府，在2018年把容积率恢复成560%，最后在2022年柯市府公告核可，拿到840%的容积率。而除了微金集团外，这回被搜索的名单中还有他。便当会这么频繁的事情，怎么会被夸大成这个样子？日前才回应被名嘴爆料便当会
就是金华城案的关键转折，说只是陈情案之一，这回疑似被查出涉嫌当牵线人，才会被检方调查并搜索市议会办公室。针对这个柯文哲的部分，那如果他礼拜4要召开记者会的话，是不是有所谓的串供，或者是故意用媒体的舆论来影响这个检方办案？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针对柯文哲要赶快做个具体？尽管针对搜索约谈，北检表示不便证实，但以目前的行动来看，恐怕已经掌握更多实证。来，费伟，其实这个案子我记得好多年前，因为我那时候我当议员的时候，选区是松山信义，那时候好像是一个铁工厂，最早是铁工厂，后来就变成什么公办商办，那就是那个一个很大的变更。我记得在郝龙斌先生当市长的时候，他们要去拆除重建嘛那时候应该是他的容积率是392，后来到了560，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当时很多的媒体就在讨论这个到底合不合法。390，它是原来是工厂用地，变更了以后，变成可以商业用地，后来到392，后来他们还捐那块地，就现在盖的偶戏博物馆啊，那个里的偶戏博物馆就是他的捐助，然后他给他变更等等。其实到560这里面就已经很奇怪了我们看的这2天我看了，我上网去看了好多。后来这560到840，这是用都更条例，对不对？都更条例增加容积的50%。都更一定要符合一关相关的法令嘛你是危楼咯你是海砂屋咯，你是年久失修怕危险咯。那我们看看符不符合这些要素？这个我今天上网去看了，好像都不太符合这个要素这个案子如果从560变成840，增加了50%的容积，我们换成钱那是多少钱？那好几百亿所以这个案子我是觉得应该要周遭的给台北市一个好好的交代了。这个如果说这个不交代清楚，大家都是觉得这个到底市政府哪些人在胡搞或者是哪些政治人物在胡？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要把它查清楚、说明白。By the way， 我是在觉得从392到560，当时我在上网看，某一位监察委员好像还针对当时郝龙斌市政府的时候还提出一些质疑。我觉得这边也应该给做一个交代。玉芳兄，就我最近其实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柯文哲其实是真的是很聪明的，很少看过一个人。长得不是很帅，可是他竟然还有魅力，就是因为他这个回答问题是 to the point，而且讲话非常简短扼要这样。他是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人。我现在在想一件什么事呢？想那时候在国防委员会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当过台大院长，后来到荣总去当院长林芳玉林先来，我就问他说：“那个设账号募款，这是台大是允许的嘛？就你们底下的单位，你们底下的这些医生，或者主任们，可以自己设账号去对外募款吗？”他是不可以，他们可以设账号，但账号是要接受我们募好了，我们台大的钱的分配就费到他们账户里面去。换句话说，就是说底下的台大底下各单位是真的是不能募款的这样。那可是好像柯文哲当时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根据149那个案子。对。那当然我后来没有去追究，但是我为什么最近会想到他，就是说柯文哲其实真的是个高度聪明的人。但你怎么会觉得说容积率可以把它提高到840？就全台湾好像没有过一个案子可以这样做的。那他是根据什么？因为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做这个决定一定有他的一个思考点，他一定是有找到某一个条款允许他这样做。如果没有，他为什么这样做？就是不是他有一个很独特的信心，一个莫大的信心，就是说他可以这样做，
但是不会有问题。在台大可以这样做，来市政府我也可以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子呢？就他这个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我真的很想听他去说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你认为你的根据都更条例，你可以把这个容积率提升到840？我真的很希望听着他去解释。他们就说这样有利啊，有利于台北市民。我看沈经济也讲啊，说把都更这个容积率提高，不是有利我，有利于台北市民啊。来，乃金。这个因为沈庆京今天发了这个声明，里面呢直指好市府里面有官员来跟他索贿，然后又说柯市府的官员呢也有人来跟他索贿。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他必须要跟这个检方呢说清楚、讲明白，到底是谁啊？什么人在中间这样子穿梭？那如果说是因为他的拒绝啊，所以让这件事情不发生，而是像他所说的这个政治报复的话，那为什么后来又成了呢？那是你是打通了什么样的关节，还是柯文哲真正的是了解你的案子对于台北市的发展的需求，所以是柯文哲天纵英明吗？我觉得这些呢，都有一些很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这个地方，觉得也不是靠这个魏金英小沈的他一纸的声明呢能够说得清的。更重要的是，在给予金华城840的这个容积率，它是史无前例的，只有他们这样子，而且市政府呢还特别的为他开了这扇门，然后还有市政府的官员呢指导他如何提出计划。为什么这样子的金华城的案子可以得到这样的容许？而且为什么原来的时候呢，包括都发局啊，包括都委会的委员，很多人都不赞成的这个情形之下，柯文哲要交办这件事情，要叫这个都发局呢当这个专案经理来尽速推动这件事情，这里面纯粹的只是为了台北市的都市建设好吗？难道其中没有更引人疑窦的地方吗？检调呢，今天呢在搜索了金华城的办公室，然后小沈的住所，然后也找这个应小薇去搜索了这个之后，我觉得下一个人的指向呢，当然就是柯文哲了哈。那只是要看检调这个侦办的进度到底是如何。但是魏金小沈呢，不能够放一个炮。就说柯市府也有官员来跟我索贿，好市府也有官员来跟我索贿，然后就这样子就到此为止了啊。然后呢，你既不公开的做进一步的这个说明，然后呢，在检察官的调查的那个部分呢，可能又牵涉到什么侦查内容不公开哈，然后就把一堆的官员呢就打成了一缸子，就是打翻一船人。这样的做法呢，是非常的阴险的啦。所以，既然小沈讲了说有官员索贿，就要把官员的名字讲出来了。那至少要对检察官讲，一定要对检调讲。那这个索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说官员索贿，说我帮你忙；一种是官员说我跟你要钱，然后去打点这些都计委员，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一定要讲清楚。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台北市议员嘲讽柯文哲说公开透明变成下落不明。那柯文哲呢，现在发函求会计师公会帮他查账，会计师公会说呢，问了5个会计师都不愿意接。如果查账说你没问题，会计师一定被骂。你到底怎么查的？有问题又得罪了民众党，何必呢？对不对？吃力不讨好，而且会给他多少钱查呢？现在忙得要死，会计师都很忙的，干嘛给你查证呢？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这个东西得罪人的事情嘛。那到底他们选举补助款怎么运用的？侯友宜的补助款是1亿4000零意思上是全部捐给国民党了。那民进党的这个赖清德的1亿6758万是1/3捐给中央，1/3做公益，1/3呢说照顾党员那蔡英文当时呢2次，其实上面写了3次
然后呢，他一部分给党部，一部分给公益团体，一部分呢给小英基金会。他要给小英基金会。那另外呢，所以呢，柯文哲2015年就想拿1000万来房贷，就被骂，所以不是第一次了。当时他们就说，后来有一个前助理出来承认嘛，说他想出来的鬼点子，就是柯文哲选市长之前，他们就说没钱了，把房子抵押2000万。哇，大家一看，柯文哲房子拿出来抵押，又拼命捐钱，然后呢，等到选完以后，再加上补助款，还贷就还了。所以选举局呢，房贷也还了，然后钱也募到了。那另外呢，陈志航说，柯文哲因为不是发4300万买商办，是为了党务发展，并不是为了自己。那另外呢，王世坚说，柯文哲宣告自己死刑，4300万买商办是社会性死亡，就是法律上也许没办法但是呢，社会性死亡了。怎么又跑出4笔1300万？金流不明，所以呢，政治现金呢约谈了端木正的助理，已经不只是端木正了，还有会计师的助理。陈市长说，第一场机会我们就告知有2100万嘛，所以现在1300万有什么了不起呢？联合报的社论说，区几亿元就让柯文哲穷于数钞票，大致都没有了。我们看一下。据我所了解，这个商办当初会购置在立法院的附近。其实柯文哲主席一直希望呢，我们在这个立法院附近，因为我们是一个以立法院现在为一个中心的一个政党，那很多的政治的中心也都在这个区块，所以他当初会选择在临近立法院这边来购置这样的商办，其实真的是因为民众党的办公的空间非常非常的有限，那我们不可能像游牧民族一样到处搬来搬去，所以呢有了这样子的需求跟相关的规划。至于购置了之后，后面一定有很多需要去做的一些程序，那这些程序当然都会依法把它完成。好，佩君怎么看？其实严格说起来，选举补助款就是属于这个候选人本人，而不是他的提名政党。那你拿到之后，在选举之后要怎么样去运用？其实很难在法律上去扯上这个贪渎的问题啦。那比较少的政治人物，比如说像议员，那可能这个选完之后拿这个选举款剩下来的结余款去还选举的时候欠下来的这个借贷。如果你从技术上来讲，这个算私用，但是说不上踩到法律红线，但是大型的选举就不是这样，因为它牵扯到这个广泛的政治资源的调动。那候选人选举时这个用的这个经费来源，如果基本上不是靠自己个人的人脉而已，是整个政党的形象捆包在一起，整个政党团队的拉抬跟投入，所以得来的这个巨额的政治现金，得到的选举补助款，在最后没有什么欠款要结清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如果循往例，前面几任总统大概就会成立一个跟这个基金会，或者是捐给一个跟自己政治版图比较相近、关系比较深的基金会。比如说马总统选市长之后，他成立了这个新台湾人基金会，蔡英文也成立的小英基金会，大概都会是这样的模式。那柯文哲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选前，不管是选市长或者是选总统，他在选前营造的是一个很个庶民的形象。简单来讲是这样，就是没有钱，我是一个跟人民站在一起没有钱的选举。那选举的时候，他拿的也不是自己钱去抵押或者去贷款，他用的是这个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哦。那所以选后的补助款，如果我要循刚刚我讲的这样子，你要拿来做自己的这个其他的用途，会对支持者的情感上是一个重伤。那常理上，大家会觉得柯文哲的选举用的是民众党这个整个形象看棒又募来的钱，那选后不应该会变成柯家的私人财产哦。那某种程度应该要变成民众党或者是柯文哲后续如果有政治版图继续运用的组织里面。所以回过来讲，柯文哲买商办直接买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前提是他有一个标的嘛。比如说，你已经确定你要从事什么样的公益，或者是你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政治目的，你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然后让基金会买了之后，不管是去用或者去租赁。那现在是因为还不知道这个科办到底在哪里，还有这个科办是要做什么用，都不知道，一团问号。但是你
商办已经买了，然后已经在收租，这个形象上看起来观感就是一个很自私的感觉。那你选举的时候花的是公家的钱，是民众党募来的钱，是支持者出的，可是你选后的补助款，你就顺着大家的意说，那这个就是我个人的财产增加。这个坦白说啦，其实真的没有法律问题哦。可是柯文哲或者民众党要正视的是说，这个在政治上的感受虽然比金华城来的抽象，可是我觉得对柯文哲还有对民众党的支持者来讲，那个情感受创会比不管北市柯或者是金华城的案子还要来得深呢。美君，柯文哲他现在就是陈智菡的说辞是说啊，买那个商办呢，就是要来做党务发展使用的。我觉得这个一听就是事后的说辞啊，因为你如果说你当初买这个房子、买这间屋子、这个商办就是要做党务发展使用的话，其实买的时候你就可以宣告了嘛哈，不需要这样子是被市议员这样子曝光出来啊，然后被逮到。我觉得那个观感差非常的多，而且就民众党来讲，民众党不是才正要把这个中央党部，然后又要装修啊，然后又要搬迁啊到这个台玻大楼这个里面，那为什么柯文哲会去买一个商办呢？这些都是说不通的啦啊！柯文哲他在这个拿到了，才5月10号，1月13号选举才结束这个补助款呢，恐怕才也刚拨下来不久吧啊！拨下来不久之后呢，就立刻的就去购买这个商办，然后呢，因为呢租约还在租约还要到明年才到期，所以也不可能立刻呢来被他们这个使用。然后在这个档口上面呢，又被其实也是被爆料的就是被爆料说，你太太呢又去看房子，看个1.2亿豪宅，就你们家怎么总是就是拿到了这个钱，然后就在为自己的房市在繁忙，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党的发展、党的未来的前途啊？而且我非常的不能够接受的就是说，后来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账目之外，还有政党在选举期间的花费嘛。民众党不是没有钱民众党在这个选举期间的时候呢，你也拿到很多的这个捐款没有花1分1毫1毛的钱在他们的区域立委的候选人身上，没有一笔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他们也不过才11个区域立委候选人什么都没有花在他们身上，而是在党务的人事的费用啊，或是广告的宣传上面呢去花钱，都没有在赞助你们的候选人，然后选后了拿到了钱，他也不顾及民众党这些苦哈哈的地方的党部的发展，其实想到的第一个是去买房子。柯文哲你在想什么啊？我觉得他明天再怎么样的说明都已经来不及了，没救了。明天要开记者会，对不对？对，那个谢秘书长要去。我没有去。我还看到他说他有邀你，是今天下午邀你跟是今天下午邀你跟那个什么，就是来这边之前有去的，好吧？像这个谢前秘书长等等都呼吁啊，柯文哲这时候应该辞职止血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不是。好，民众党里面呢，现在有人开始要求柯文哲辞职了啊。那曾经担任这竞选立委的淡大助理教授何景荣另外呢，前秘书长谢立功也这样认为了哈。那为什么？其实我跟何景荣看法当然还是有一点出入，不过我想先讲前面那个选举补助款，因为选举补助款。柯文哲那时候第一时间，他的确说是个人，就是要以后永续使用，要继续服务选民。可是这2天，我觉得他好像听见大家的意见了，他有点调整方向了。除了陈智菡出来说，这个离立法院很近嘛，那其实我也呼吁说，其实你党部可以有第2办公室嘛，这也好啦，反正你如果听得进去，就稍微转个方向，那。包括可以做公益啊，甚至有人说可不可以信托啊？其实方法一定很多啦，可是基本上就是不要只有做个人使用，这个观感非常不好。虽然没有违法，可是在政治上面
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那至于说刚才何锦荣提到这个是不是要主席请辞，这个主席请辞或者请假，这2种说法都有。那党内现在其实各种声音都出现，可是我觉得最主要关键，第一个就是现在无论政治现金的事情也好，或者他在台北市长任内那个各大案也好，现在大家都在查这些事情。那又再加上是不是陈佩琪去买豪宅，去看豪宅，那又去买这个办公室，这些事情衍生出来，我说第一个，千万不要再有别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些事情已经无法止血了，已经很难止血。如果你没有大动作，别人不会买单的。第二个就讲到，如果说你还在位置上面，你到底可以做什么？我觉得，毕竟民众党人家就说是一人政党嘛，那柯文哲走了，那这个呢，到底会变成怎么样？没有人可以预测。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要做接班的准备，也就是说，未来无论是我们所谓的叫做集体领导，还有人开玩笑说叫政权和平移转没有这么严重，本来就很和平了啊。可是至少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想嘛。如果当你真的深陷司法风暴，如果有检方、院方会有一些什么比较大动作的时候，那到底民众党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其实你必须去想最坏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声音，就不足为奇了。是，目前是这样。来，洪大兄怎么看？平常讲这个我们都很多人选议员啊、立委啊，这个大家都不会去盯着看呢。大家盯着看的当然是总统跟可能会选总统的几度的市长，看他这个钱呢，他们是要怎么去处理？我讲就是政党就是选举的补助款了，因为那个金额比较大。国民党里面规定的非常的清清楚楚，就是全部是归中央党部。民进党也规定很清楚，你1/3嘛当然大家也会看你另外2/3。我们看小英总统跟赖总统是1/3是这个公益，1/3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是帮助社会上的人或者捐助他的基金会。那基金会当然不是进自己的口袋，都 OK 的哈。因为你选总统这个跟选立委、市议员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有很多是政党倾向我来支持你的，那这些钱呢，平常讲是不是他自己的？可以讲在法律上可以讲他自己的，但形式上平常讲是应该是属于这个政党的哈。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任何人还要再去想选下次的总统，这些钱呢，我看。我所知道的，这是20-30年来，很少人把它摆在口袋里。如果他要选下一次的话，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觉得，我希望民众党到今天走来也不容易了哈。他在国会的席次也有8席，我是觉得民众党的党员呢，要好好自己的去珍惜，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讲。我觉得民众党应该很有可能会泡沫化。说实在，因为我觉得民众党的核心初衷，可能在这一次的一连串的风波之下，大家会怀疑说，民众党到底的价值是什么？其实柯文哲刚刚提到，他或许在法律上他是有他的一个解释的说辞，但是至少在道德、在道义、在观感，甚至于在政治的信念上，柯文哲到底在哪里？如果今天这个是赖清德当选总统或选举之后自己用自己的名下去买了一个4000多万的商办，家人再去看一个1.2亿元的豪宅，而且还不是说给自己，是说给自己的小孩。我觉得这是全世界没人会接受的一件事情。那换句话说，为什么民众党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简单问一个问题：现在这个豪宅它是有附租约的，这个租约每个月据说是6万多块，这钱到哪里了？是不是也是到柯文哲口袋？5年之后、10年后，他把这商办卖了，这笔钱是归还给民众党吗？其实也不是，是给柯文哲个人。所以这都是柯文哲必须面对的问题嘛。那更宏观就是这样，为什么柯文哲从政？刚刚也提到，从参与市长选举，当时房子还拿出来贷款，说欠债，然后结果喊穷，至今不但是自己的房子已经付清了，小孩子在大安区杭州南路名下也有房子。
太太去看1.2亿元的豪宅，说也是帮小孩结婚做准备，然后自己名下再增加了一个4300万元的商办，这个全部都是过意不去的一件事情。大家也不是要求说你做人是不能买房子，或你做台大医师一辈子不能存钱，不是，但大家还是会做一个平衡嘛。就是说，你到底你买的这么多的房地产，或者去看的这些房地产，你的钱从哪里来？而且我还是要讲一件事情，选举补助款说他花了4300万，这也是他说的，目前也没有办法100%去查证到底这笔钱是从哪里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可以看到的权状，他其实没有贷款。他没有去跟银行贷款，所以简单说，就4300万理论上是现金交易。这4300万的现金交易从哪里来？也只是柯文哲片面说是来自他的选举补助款，但事实为何？其实我们至今不清楚。看一下相关的新闻。你们都会看找到邻居耶。还没看到人影，就先听到声音，接着走出来的民众主席柯文哲被问到这件事情，一脸淡定。看中人看被交保，会不会担心下一个是你啊？哪一台的？卓荣泰说你把那个选举补助款当生活补助款。各式各样的问题，柯文哲单纯听听不回应，缓步上车离去。不过如今党内面临空前危机，曾代表民众党参选立委的学者何景荣就呼吁柯文哲别把全党拖下水，应该请辞党主席。柯主席也没有跟党内的同仁说实话，这个买商办这个事情，然后民众党其他人都事后才知道。柯主席如果不是党主席，也没有办法跟社会说明清楚的话，对我们党内的同仁其实伤害很大。其实有人要你请辞，你怎么看？我们还是希望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是以团结为优先。我也知道呢，有一些的这个可能是意见领袖也私下在进行一些，不管是串联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希望能够说服有一些支持者是不是在这个党内里头进行一些运作。谁想逼退主席？不会言党内有部分领袖私下运作 ING， 但选前大力支持他的网红馆长陈之汉则替柯文哲抱不平。他没有做错事情。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当选，他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媒体去跟人家拜托。他说，但是没有任何节目通知他去上。我想现在政论是每天几乎是全时段的在做很多的攻击。那单一次的专访能不能够真的改变什么？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评估的。明明都想尽份心力，但要如何化解眼下危机？自己人的想法似乎有着不小差距。佩君。其实我现在说实在，在这个2024年呼柯文哲巴掌最大力的是2014年的柯文哲自己哦，因为说实在的，2个医生在台湾的收入是一般来讲是归类在金字塔的上端，高收入、高所得的族群呢。那柯文哲其实不止他们现在媒体堵麦的这个房子在大安区，事实上他老婆的娘家也在我们的选区，也在大安区，他自己娘家背景其实也不错。那为什么我说2014打他自己？因为他当时的竞选对手是连胜文，所以他把自己的人设定位在一个这个庶民百姓、这个平民式的选法。这个人设一旦定下去之后，现在变成1.2亿的豪宅，这个翻转实在是太大了，没有办法让支持者接受。但是我虽然不是民众党的支持者，但我从政党运作的这个组织运作的健全来看，我不认同柯文哲在这个时候应该要辞职。如果你从民众党的角度去看，因为相较于历史比较这个长久，然后组织比较完备的国民两党，民众党成立到现在5年来，很明显它还是一个一人政党。虽然他选出了一些地方议员，有一些立法委员，可是大部分的支持者是先认同柯文哲这个品牌，然后才是民众党的支持者。那我说一句对这个朱主席比较不敬哦，你说国民党如果没有朱主席，甚至没有韩国瑜院长，或者是这个没有侯友宜市长，那民进党现在已经没有郑文灿了，那蔡英文总统退休，这2个党少了这些人，也许会受伤，支持度会往下掉一点，但是这个党不会整个瓦解、毁灭、灭亡，因为政党的理念跟信念还是大于个人。这个党的机器如果换人掌舵，有一些人这个可能会退出运作啦，或者不再支持，可是整个党不会消失殆尽。民众党不一样了，今天民众党如果没有了柯文哲，剩下比如说蔡壁如也好，黄珊珊也好，黄国昌也好，他们固然都是这个一方之霸，也是这个很亮眼的战将，可是他们并没有办法是一个横跨整个民众党支持者里面的公约数哦。那
民众党现在的现况是很多的党员是从其他政党过来的，党龄很短不说，自我的政治认同甚至影响的人脉也都还在他原本的政党跟现在的政党之间拉扯。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简单的讲就汤抠啦统圈，没有一个统哭，随时这些人可能跑回去他原本的政党，或者跑回去无党籍哦，那甚至是其他能够给他相对应政治资源的政党。所以这对民众党来讲，少了柯文哲，我觉得是非常致命，而且可能就此消失的一击。所以也许柯主席要从现在的这个危机脱身，他必须想想其他的方法。玉芳兄，我是相当程度的赞成佩君的讲法了哈。因为很多人，民众党支持很多是冲着柯文哲来。我刚刚讲柯文哲有他的魅力了本来就台大医生就很受人家尊敬嘛，医生就受人家尊敬，何况他是台大的，然后他讲话也有他的他的幽默，或者是他连讲话很刻薄的时候，有些人都觉得他很可爱这样子。当然这种情形下来，大家对他会有印象改变。就柯文哲这条路是很难走他自己，那可是他如果离开了民众党，结果会怎么样？我认为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就柯文哲继续留在民众党，跟柯文哲现在离开民众党，我觉得民众党都快速的降低他的影响力，在台湾的影响力就是重挫了、重伤了啊。当然，如果柯文哲走的话，可能很快就会下去，除非黄国昌得到其他的这些立委、其他的这些民众党这个有影响力人的支持，然后黄国昌也证明他的确有那种包容，有那种胸襟，然后这样民众党或许还可以走下去。否则的话，就是这种一人的政党你看过去的这个日子，不要讲一人的政党，就是说那个第三党要在这样的地方出现是很难。美国两党制的形成是偶然你看像欧洲都是多党的但是在台湾来讲，两党制是真的是你也可以说是偶然现在不管怎么样，第三党要再出现这是很辛苦。我们再回头再看以前有所谓的建国党，有台联这个新党亲民党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就这样子还时代力量。那你现在加上这个民众党现在来了，看起来他现在也在开始要离开的那个样子。这个是很辛苦。这本来第三党在台湾的空间就是非常狭窄，在两大党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经营之下，留给你第三党空间就很小那每一个偶然让你长大了一点，但是你很快的就消退。所以你说是柯文哲也好，不是柯文哲也好，本来民众的这条路就非常难走。但是我必须承认，民众党里面是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台湾的政治的进步做贡献。好了，主要是选举制度了原来之所以呢，新党、亲民党什么都能够存活，是它是大选区多选制，所以你只要有个8%、10%，你就可以当选。比如立委，台北市就起码可以当这种在第三党可以当选2-3席没有问题。可他现在搞成变成说这个单一选区，那只有大党能够选举，彻底摧毁掉小党的这个生存性欧洲也是一样看选举制度就决定你到底是多党制还是变成两党制那柯文哲说他会一直讲清楚，那我们很期待，那明天他的记者会能不能把它一直讲清楚？休息一下再回来。TVB 做个民调了如果大选总统重新投票会怎样了？柯文哲少8%了他这个掉了8%那侯友宜维持33%，赖清德呢从原来的40变49，就看起来柯文哲掉了都跑到赖清德那边去了那所以你看40变49，34没动，26变18，少了8%那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民调。我们在去年选举的时候所提出来的政见，还是要持续的推进。要迎接崭新会期，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赴党部出席会议，但面对党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现金争议，向来战力十足的他，说自己一概不知情。不知道，隐藏的人事费用的支出，这个部分
完全没有了解。党务跟党团划分清楚，眼看民众党血流如注，战神也只能暂时扮演精神支柱，但如果时间能够回到今年初，不要把柯文哲送进哪里？总统府。入总大选让你重新投票。根据 TVBS 最新民调，想投给民进党赖清德的人多出将近1成，来到49%。至于民众党柯文哲，原本拥有26%的支持度，如今剩下18%，减少了8%的支持者，等同118万选民不见了。反观令，请全党之力打柯主席就能坐收渔翁之利。即便重新选举，国民党的支持度33%，几乎持平，对蓝营而言何尝不是一大警讯？哪一讲？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啦，因为选举过了，然后突然之间把同一组候选人全部拿出来说重投一次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反映啦。因为我们在选举期间其实看到了相关民调，大概民众党的支持群众啊，包括有来自民进党大概是一半，有来自国民党大概也是一半了哈。所以突然之间看到说柯文哲少8%，然后赖清德好像除了8%之外，还在找了1%出来加9%。我个人是有一点存疑了，但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这样，就是说民众党这一次大概是他创党以来最大的一个危机了。那至于说这个政党是不是能继续生存，其实我觉得主要就取决在接下来民众能不能接受柯文哲他相关的说辞，以及接下来有一些司法案件，包括金华城在内的一个后续的判决结果了。但我个人感觉是这样了，我觉得柯文哲这所有的争议大概是完全逃不掉了，因为我自己在台北市金华城调查小组里面，我看到的相关证据，我认为这个行政违失是100%确定有的。那柯文哲是当时的市长，我相信他也必须付出相对的一个责任在。好吧，除了这个以外，蔡壁如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要用政治现金这种事情去放大镜去检视，那我们就全民大家一起来检视。喊话要查，大家一起查。蔡壁如驳斥助理费报假账，不过他被周刊爆料，选台中立委期间政治现金账目以超过300笔交通费为名拆账申报人事费，合计超过100万元支出申报不实。去请教了会计师，他认为是说谈好就好像你去上政论节目一次的车马费3000块这样，我也相信会计师的这样的一套说法。不过一查蔡壁如政治现金申报资料，发现有不少诡异巧合，例如其中有人交通费支出费用每次都报2-3千块，每笔都是固定金额，也不是坐高铁或火车。另外一点奇怪的是，还有人交通费单笔就高达4-5万，短短1个月交通费就领了破10万元，也被质疑跑地方层级的选举团队成员是搭什么交通工具，单笔就要破万。陈学理事长他是当时是我来台中之后，我必须要有一个政策小组，所以他大概就是每个礼拜，那他会从市区来我的选区。黄丰仁，因为他就是住了每天的一些交通，然后他再来就是他要负责去载一些干部。我有问他，我说他报的跟别人家比较不一样，他说总干事跟我说那也是他个别有谈过的。蔡壁如强调合法，也秀出爆料截图要提告。不过发文中还提到，他底下一名团队成员以交通费的名义，不只领蔡壁如的钱，也领了国民党立委廖伟翔的工资，甚至在蔡壁如那边领的还比较多。地方上面类似就打工仔这样，这些人他们本来就是会帮忙去发文宣，就来去。竞选团队也依法合规发给薪资，所有账目也公开透明，可供检验。蔡壁如表示，如果有问题，半年前监察院早就找上门，不用等人爆料。和会计师也确认过，强调申报费用一切合法。好，最新的新闻啊，柯文哲今天找了民众党的党公职开会。柯文哲明天要请假暂别党主席，而且要自己请中评会来调查。来，立功兄，到底这什么意思？是他暂时不当党主席了？今天下午我蔡壁如、陈婉慧，我们几个人是有去那边。其实去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后来他大概就是把现在查账的进度稍微做了一些。他找你们去就是了。对，所以今天下午其实2天前约的。可是说真的，不知道要谈什么主题，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这个。不过我刚才回应一下那个蔡壁如那段，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台中去协助他嘛，还做他顾问团总团长。他里面讲出几个人名我都知道，其实都在里面帮忙。现在问题是什么？他们说你这个定额的给这个交通费是不是规避人事费？其实重点就是这一个而已。那他如果问过会计师，这样报账是 OK 的话，那我觉得
那如果说监察院也没有意见，那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报销的方法。那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像刚才讲到那个黄丰仁哈，我就想嘛，如果说是3000块，他家有一次报1500，他每2笔报一次，那就是每次就报3000啊，他不用每天每一张邮单去报嘛。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形，我觉得问题倒是不大啦。但是现在因为整个民众党只要碰到政治现金的申报，所以大家都很热嘛，就是都要高标准来检视。我觉得也好了，就是有时候党就是要经过这一段，因为其实很多人说为什么一直在讲一人政党，就是说你的制度不好嘛，你或者说你没有建立制度，或者有制度你不去遵循，这个都跟没有制度一样。我觉得柯文哲这一招其实就是避风头啦，哈，就暂时呢让自己呢从这个风口浪尖里面呢，暂时的就是退到的幕后。可是我觉得这个能够挽救柯文哲吗？我觉得很难呢，因为呢，所有的这个调查呢都还在进行之中。检调方面呢，针对的政治的现金的部分呢也在查，然后又查出来说，哎，又有1300多万的这个去向不明，然后金华城的这边的案子呢也在这个进行。柯文哲他能够躲多久呢？他终于还是要面对啊。至于说要自请这个中评会处分，中评会会做什么处分？黄珊珊都只有停权3年了，难道他们要这个柯文哲？难道他们要柯文哲停权吗？就说我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幕僚，他们怎么会去讨论说这样的一个结果？请假避风头，并不能够解决柯文哲现在的政治危机。第一个就是他不想辞党主席嘛。对啊，他不想辞党主席，那怎么办呢？你们就叫他辞，对不对？内忧外患，那就我请假嘛，那就暂时避风头嘛。来，这个佩君。其实我觉得蔡壁如的问题跟前面我们谈的那些比起来，这个等级实在差太多。因为他这些助理不是没有劳动事实，只是说你这样去报的好处，也许我们去想说，那站在雇主蔡壁如的角度，可能会省了劳健保费；那站在被雇的这些劳工，可能会省了所得税。另外，我觉得可能这些人另有正职，所以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报。那国民党现在当然从民调里面来看，在这个民众党的雪崩里面，双支持度都有提高，但是。老实说，我觉得最好笑的应该是这个激进党跟时代力量，因为最近他们的角色就是打柯不遗余力嘛。不过在支持度上面看起来是没什么起色，显然小绿还是很难为的。1分钟，蔡壁如不希望柯文哲辞党主席，因为他晓得柯文哲如果辞了党主席，大概就这样就差不多结束了。那这个党也差不多就这个